近几年来，美国人的所作所为真实地反映了美国一直在推动和计划限制中国的举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所谓的全球芯片荒这一问题，美国半导体高峰会再次召集了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巨头台积电、英特尔、三星这3家公司开会。会中，美国以提供透明市场为理由，要求台积电、三星这些晶圆代工厂交出属于重要商业机密的库存、订单、销售记录、客户资料等数据，并且只给了45天的期限。需要知道的是，一旦这些数据被交出，那这不仅意味着这些半导体制造巨头将在未来同其他公司的谈判过程中丧失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只要美国得到这些数据，就能完全控制这些半导体行业的巨头，增强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全球定价权和话语权。然而，更为严重的是，从美媒所公布的消息来看，半导体行业或许只是美国的第一步。美媒福克斯日前列出了中国5大无法发展的高端制造，称中国之所以无法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是因为会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这样的结果，美国无法接受。这5大高端行业分别是高端发动机、芯片、数控机床、新材料以及医疗设备。对于中国来说，只要不在这5大高端制造有所突破，那就无法同美国竞争。分析认为，美媒之所以会罗列出5大领域，主要是因为这5大高端制造业是美国获取利润的支撑，也是维持美国科技霸权的关键。一旦中国在这5个领域取得突破，那美国的科技优势就会丧失，通过小付出就能获取高利润的通道将被封死。届时，美国制造业整体将迅速萎缩，甚至失去复苏的希望。所以在面对高端制造领域美国对我们的封锁时，著名的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说得很对，这是在给我们划重点，美国越禁止什么，我们就越要发展什么。在美国制造业日益空心化的情况下，美国虽然在竭力挽回，但也无法避免这种空心化。只有高端制造业才能维持美国最后的辉煌。对我们来说，既然美国无法接受中国在5大高端制造业上的突破，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唯有实现真正的突破，才能有更大的话语权。相信我们在5大高端制造业取得突破的时候，就是中华民族彻底复兴的时候。近期以来，美国为了能够维护自己的地位，就想方设法与中国对抗，在各个领域同中国作对。但是，拜登政府把精力过于投入到了怎样压制中俄2国上面，这时美国境内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的下滑就是拜登上台以后美国出现的最大问题。逐渐，美国境内的更多企业和高官也不愿意太过于相信拜登的能力了。如果一个国家的群众以及企业对政府的能力失去信心，那就是失败的。或许美国政府就是如此吧。据相关消息报道，今日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华尔街重要人物约翰·桑顿将对中国进行为期6周的秘密访问。为此，有知情人士认为，桑顿的此次出行意义有点类似于之前基辛格在1971年的秘密访华。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如今中美局势不断升温，根源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不断挑衅。他们试图用一些霸权形式对我国进行施压，错误地以为我们会接受美国的霸权。但事实上，美国政府这样的想法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中国了，我们不可能向美国霸权低头，更不会因为美国的一些招数所屈服。其次，美国如今出现了包括高级官员米利、华尔街巨头桑顿这样的代表性人物秘密访华和通电的迹象，就说明美国有一大部分群众已经对拜登政府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怀疑。他们认识到了跟中国共同发展对美国来说到底有多重要，但拜登自己已经被霸权的野心所驱使，不断与中方作对，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那么为何说桑顿的秘密访华性质与基辛格的访华类似呢？其中的原因就是桑顿表明，此次访华的目的是为了和中国恢复中美多边交流，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进行积极的交流，从而缓和中美2国之间当前的局势，传递中美领导人之间想要互相表达的信息与立场，让美国明白且反省自己在多方面的双重标准。因此，或许桑顿此次的访问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行动，因为美国当前所要面对的不只有中国的强大所带来的压力，更多的是国内出现的诸多问题。总之，我国向来都是和平的代表者，希望美国也能够明白，和中国合作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但是如果要继续和我们作对，那对美国来说，终究只会害人害己。现如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发动生化战的国家。
不过，其先进的生化武器技术都是通过卑鄙手段得到的，这一点全世界其实都心知肚明。在上个世纪，美国为了获取侵华日军731部队有关细菌实验以及生化武器制造的全部资料，美国与当时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达成秘密协议，因此石井四郎才能在美国获得了这些实验数据后躲过了国际法庭的审判，而美国也将石井四郎纳入了德特里克堡继续实验。需要知道的是，美国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但其目前已在中东、非洲、东南亚等2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00多个生物实验室，而且还由于监管不力，已多次发生重大泄漏事故。所以在近日召开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会议中，183个缔约国中有182个国家一致要求恢复核查议定书的谈判，唯独美国自身不同意。这次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支持拜登，美国与全世界为敌。实际上，在近20年来，美国一直阻挠重新开始核查协议的谈判，而且美国方面给出的理由是国际组织的核查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商业机密和国家利益，且生物学领域无法核实，对其他国家的工业间谍有利。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显然不是。美国最担心的无非就是其不可见人的秘密被曝光在众人的眼中，所以这才是美国一再狡辩，反复站在绝大多数国家对立面的根本原因。就像俄媒所报道的那般，182-1拒绝重启公约核查议定书的这一行为，美国这是在与全世界作对。分析认为，美国之所以不惜与全世界作对，也要将自身的生物实验室保下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美国正在研发生物武器的事实。试想一下，美国的主要生物公司以及由军方拥有的生物实验室所研发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能被别国的专家看一眼就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的东西就那么厉害吗？被人看一眼就能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毫无疑问的是，美国越是想要建立起对抗的核查机制，就越能证明美国确实在参与生物武器的研发。荒谬的是，美国终日要求其他国家接受新冠溯源调查，指责其他国家不够公开透明，结果现在自己却与世界为敌，公然阻挠国际社会调查。美国是否在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数的证据都在表明，今天的美国既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科技力量，也有使用和研发生物武器的迹象，还多次阻挠国际组织对其进行核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是否有研究和储存生物武器的问题就不言自明了。这一对人类的反人类行为，最终肯定会把美国定在人类的耻辱柱之上。虽然短期内还可以维持美国的霸权，但182张赞成票必将让这一时间大大缩短。众所周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直都对俄罗斯进行打压和围堵，北约多国部队也一直都在俄罗斯边境进行活动，而乌克兰在美国以及北约的怂恿下，也对俄罗斯虎视眈眈。可以说，在俄罗斯方面，美国以及北约已经将俄罗斯团团围住，局势对俄罗斯十分不利。不过，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局势很可能会被俄罗斯逆转，因为俄罗斯正逐步站稳在中东的脚跟，美国和北约费尽心思建立的围墙很可能将会被打破。希腊媒体近日发表了文章，对目前地中海以及中东地区局势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现在中东地区仍然非常的不稳定，美国在中东的影响正逐渐的降低，而一股新的力量正不断的在中东地区壮大。这个新的力量就是俄罗斯。目前它的影响力比中东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大，甚至未来还可能取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领导地位。要知道，伊朗作为中东极具影响力的国家，和美国关系一直很差，而俄罗斯却一直和伊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再加上和中国关系非常不错的巴基斯坦，所以俄罗斯在中东并不缺少朋友。再加上阿拉伯国家当年和苏联的友好关系，以及中东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让俄罗斯能够很好的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以及土耳其之间周旋。而普京总统在中东地区布下的最重要的棋子就是叙利亚。在这个地方，俄罗斯经营了多年，目前俄罗斯掌控叙利亚局势最大的对手就是土耳其，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击落之后，俄罗斯还依然和土耳其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因之一。土耳其还不是俄罗斯的对手，再加上中东友好国家的支持，俄罗斯彻底掌控叙利亚只是时间问题。有了叙利亚这颗棋子，
俄罗斯将掌握东地中海的话语权，俄罗斯空军在叙利亚的轰炸机将可以直接攻击欧洲大部分国家，届时北约对俄罗斯的军事围堵将不攻自破。再加上西方国家之间也有很多矛盾，比如说法德和英美之间的矛盾，以及欧盟和北约之间的矛盾。目前欧洲自主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很排斥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对抗，这对俄罗斯而言也是十分有利的。目前看来，美国以及北约围堵俄罗斯的意图正在被普京总统一步步瓦解。在完成中东的战略部署之后，俄罗斯只需要保持警惕，等待对手犯错，就可以在欧洲立于不败之地了。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了欧洲目前的一个困扰，以及该对美国持有的一个态度。在这次劝说中，马克龙喊话欧洲，声情并茂地对欧洲提出警告，要提高竞争力。他将自身的立场进行剖析，将欧洲国家从幻想中拉回现实，让其重新正视目前的局势，为下一步做好准备。马克龙能说出这句话，无非是看到了美国恶劣的本质，美英澳联盟已经完全撕破了脸面，对法国可谓是一点情面都不讲。澳大利亚的违约让法国难堪，丢尽了脸面，但更多的是美国的默认态度，直接让法国寒了心。美国既然不厚道，法国也决定不再忍让。这次对欧洲的警告更像是侧面在叫板美国，对其发出不满。当然，马克龙也不只是停留在说的层面。一方面，澳方撕破协议后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法国不再考虑澳方的处境，直接开口要求索赔。而这个局面有一部分就是由美方造成的，法方的做法更像是在无情的嘲笑。既然澳方受到损失，那么这个烂摊子应该由美方来买单，反正最后受损的不是法国。就想看澳大利亚与美国双方扯皮。另一方面，法国在澳大利亚这边受挫，立马就为自身找回场子，直接和希腊签署相关协议，并将向雅典交付3艘军舰，这都是在间接向美国表明，后者的安抚根本没有用。法国没有看到美国的真心，美国既然从不考虑盟友的感受，那么作为美国的盟友，也该反思自己的处境以及未来。说到底，还是美国太过于狂妄，只在乎自身的利益，而从来不考虑其他人的处境。从目前的局势上看，美国对华已经处于一个疯狂的状态，在印太领域投入太多心思，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作为欧洲的一份子，法国不仅要让自身从美国的桎梏中解脱，更要让所有的欧洲国家幡然醒悟，欧洲是欧洲，美国是美国，两者是不同的。欧洲不能因为美国的决定而让自己深陷危险之中，要学会勇于对美国说不。说到这里，在实力面前，所有的阴谋自动会被粉碎，而美国的阴谋在我国面前都注定粉碎。这不正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最想学习的？人们总有慕强心理，法国追求自身竞争力，主动对美国说不，难免不会向我国看齐，就是要像我国一样强硬。这也就是在说，我国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赢得最高尊重，在欧洲体验一把偶像经验。